云游中国，带你走进中国城市南京篇。同学们，大家好！这节课继续我们的南京之旅。上节课，小汪老师带大家一起夜游秦淮河，品尝美食，认识云锦，感受南京的美。也正是由于南京独特的魅力，这里曾孕育了无数才子佳人，他们用诗歌和文章描绘南京的景色、南京的生活，这也让南京成了中国古典文化和风雅文化的代表城市，被誉为天下文书。今天就让我们与小汪老师一起沿着秦淮河去寻找南京的历史文化记忆吧。同学们好，我是小汪老师。现在我又回到了南京秦淮河畔。就像小张老师说的，南京以中国古典文化著称，所以就连这条河也被称为中国第一历史文化名河。不过，为什么秦淮河在中国历史上这么重要呢？要解答这个问题，那就不得不提到一段特殊的历史——六朝。六朝指的是中国历史上三国至隋朝时期300多年间南方的6个朝代，从东吴开始建都南京，后来的东晋以及南朝的宋、齐、梁、陈，他们都以南京为首都，所以南京又称六朝古都。六朝时，秦淮河畔的商业就已经很发达了，后来这条河沿岸更是成为高门望族、达官显贵的住处。哦，难怪古人经常用六朝或南朝指代南京，看来秦淮河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相当热闹了。小张老师，从哪些作品里可以找到以前秦淮河的样子呢？小汪老师所处的地方是内秦淮河，长度有10里，大约5000米，所以秦淮河又叫做十里秦淮。十里秦淮美不胜收，吸引着古往今来无数的文人墨客对沿岸风光进行描绘，比如唐朝诗人杜牧、刘禹锡、李白等都曾为他写下美丽动人的诗篇。这些诗歌也成了秦淮河的宣传名片。通过这些作品，人们感受到了秦淮河的前世今生。到了现代，也有不少作家对秦淮河进行过描写，比如著名的现代作家朱自清和他的好朋友曾经写过夜游秦淮河的文章。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扫描这个2维码进行观看。正是秦淮河所代表的六朝历史，以及古往今来文豪们写下一篇篇的传世佳作，让它有了中国第一历史文化名河的美誉。原来有这么多作品，看来秦淮河这中国第一历史文化名河的称号当之无愧。沿着秦淮河一路走来，我在这里发现了一处古巷，上面写着乌衣巷3个字。小张老师，你听说过这个巷子吗？当然，有一首诗就描写了这条小巷子，它是唐代诗人刘禹锡写的。你知道这是什么诗吗？其实这首诗的名字就叫乌衣巷，这也是一首在中国非常有名的诗。现在让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这首诗。乌衣巷，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可是刘禹锡为什么要写这条小巷子呢？它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这是因为在六朝时期，许多高门望族居住在秦淮河畔，这乌衣巷便是其中一处。
那些大家族中最出名的便是王导、谢安两家。这两家都住在乌衣巷，他们两家后来也培养了很多文化名人，其中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书法家，他姓王。你知道他是谁吗？没错，书圣王羲之就是乌衣巷里王家的后代。居住在这里的这些家族，把学问、精神和家风结合在一起，并且代代传承，这给中国文化和艺术带来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而刘禹锡写完《乌衣巷》这首诗之后，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这条巷子，这条巷子也因此保留到了今天。没想到小小的巷子背后有这么多故事，难怪这里是秦淮河的中心。南京把这一片作为文化中心也不奇怪了。南京处处都是诗，用诗情画意这个词来形容这里再合适不过了。其实南京不仅诗很多，状元也很多。你知道状元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状元就是第一名的意思。没错，状元这个词来源于古代的科举考试，这是皇帝用于选拔官员的考试。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的人就能去做官。状元指的就是在科举考试中获得第一名的人。关于其他名次的称呼，请你扫描这个二维码进行观看。这个考试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1300年，并且影响了其他国家。请你查一查你们国家选拔官员的制度是什么呢？我们在翻转课堂上再一起交流。在小汪老师所处的秦淮河畔，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科举考试的考场。小汪老师，你看到了吗？看到了，我身后就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科举考场——江南贡院。贡院的意思就是科举考场，而这个江南贡院被称为中国古代官员的摇篮。江南地区的才子通过这里去往各地为官。在明朝和清朝，全国有一半的官员都出自这里。小张老师刚刚讲过的状元有很多都出自这里，比如在清朝的时候，全国出现了112位状元，其中有58位都出自这个考场。是的，但是现在已经没有科举考试了。你知道现在在中国影响最大的考试是什么吗？这个考试叫做高考。高考是中国学生进入大学最主要的途径。今年有超过1000万学生参加高考。请你想一想，在你的国家进入大学的考试是什么呢？在翻转课堂的时候，我们一起讨论。六朝古都今何在？秦淮河畔南京城。中国东部城市南京，经历了激荡的六朝历史，见证了古代家族的兴盛与衰落。秦淮河流淌千年，迎接过不同时代的文人墨客，也向中国各地输送了大批的人才。同学们不妨也去秦淮河畔走一走，感受南京数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吧。我们下节课再见，同学们下课。